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也是我个人第一次接触的品牌，来自 TBL 出品的，这也是他们全新的一个系列——铂金硅胶珍藏系列1:6兔女郎可露人偶。它这一个版本的型号呢是 SR-AD01H 粉色款，我们就简称它为粉红兔女郎。这一款呢，怎么说呢？这个素体啊，大家应该是也无所耳闻。TBL 这个素体一直以来呢，都是算是一个高素质的一个产品。今天他们又带来了全新的技术，包括这一次整体的内部的骨架都是采用的一个316不锈钢骨架。首先，它的手感非常的沉，很有这个质感，然后它的可动也是非常的多，28处的关节可动。唯一比较可惜的，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的一个尝试，所以关节确实非常紧，在你把玩的时候啊，某些地方需要用一点点劲才能搞出来。然后整个的包胶这一次摸上去啊，确实又厚而且很有弹性，肌肤感确实非常的足。我也玩过一些包胶素体的一些1:6的产品啊，确实至今为止我觉得这款是我摸到手最舒服的。这次他们家呢也是采用独家的一个配方，搞的一个医用仿生级的铂金硅胶，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啊，不得了了，而且是一体成型，整体的这个质感看上去非常的舒服，包括肌肤的纹路也是可圈可点。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体的造型。首先，当然大家早期啊，在我的群里面也是有听说过很多就是比较有争议的这个头雕，但本次的产品，说实话，我们来拉近距离来看一下这一颗面雕。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面雕官图呢，我也看了一下，稍微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这一颗面雕的话，我个人觉得，包括眼妆，实际上看上去还是非常舒服的，特别是这个眼球，我非常喜欢这个眼球，很生动。它当然也搭配了一个可动眼啊，可能玩家觉得这次面雕看上去有点奇怪的地方，那就只有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高温丝的一个直发了。确实，高温丝的直发对于面雕的一个整体的观感确实有一点点的差距，但是没关系，厂家之后也会有一款滩羊毛直发的这一个工艺的1:6人偶，它是一个黑色款，也是这一个系列，包括它的骨架，包括一个包胶素体，都是用的是同样的，编号是 SR-AD01H。唯一不同的就是面雕还有服装，然后头发是不一样的，那一个是黑发，这个是粉头发。粉头发的话，依然是用的是高温丝的一个直发吧。好了，整个的素体，我们来镜头往下看一下上半身，整个上半身，我们来看一下，包括锁骨，这个肌肤的这个弹性很厚，整个的这个包胶就非常厚，就算我用力捏都捏不到它里面的这个核心的一个骨架。除了手的话啊，确实能摸得到一点，但是说实话，它的这个手肘部分去捏的话，很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个包胶比较厚。我之前玩过很多厂家的一个包胶素体，相对来说在肘部的一些地方都是稍微比较薄的，而且这一次 TBL 的这一个包胶素体啊，比一般的可以说是更加持久，但是时间长了会不会依然有爆胶啊，或者是一些开裂的问题？这个留给时间去考验了，这个我也说不准，毕竟这个产品才刚刚出世。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背部，整个背部线条我也是非常喜欢，可以看到整个背肌肤纹理非常舒服，可能在视频当中会略显得白了一点，但是呢，实物还是比较偏我们亚洲人的一个肌肤，看上去很健康很舒服。而且这一次的亮点，手肘部分，不知道视频当中能不能非常清晰的看到，手肘部分在这两边它的颜色处理是有一点点的深色。大家也都知道，长时间一般真人的话，在你的手肘部分这两块地方颜色一般都会比你的肌肤稍微深了那么一点点。
这次这个细节它也有做到。转到了胸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啊，让我很惊喜。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他穿的衣物啊的情况下，你都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个肌肉线条，包括这个马甲线，包括可以看到肋骨往上这一块，这个形状还是非常的明显，而且捏上去非常舒服，很有质感，很弹性。当然，它这一次的包胶塑体跟其他的一些区别一模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依然会容易沾灰尘。我刚从盒子里面拿出来的一瞬间，基本上身上就会有一些的黑色的一些灰尘粘在上面，这个需要你后期打理爽身粉这样上一上，基本上是没什么多大的问题了。脖子可以看到啊，这边是有一个服装去给它遮住，整个脖子包括后边一体化的一个颜色涂装处理跟主体的面雕几乎是没有任何色差的，所以看上去还是非常舒服的。脸部的妆容也做得不错。这个直发的话，大家老玩家也都知道啊，高光丝的直发就很容易炸毛，而且很容易掉。你在捏一些造型的时候，就会有小杂毛掉下来啊，需要你去用一些护发精油或者是发胶去给它稍微打理一下，这样的话会看上去舒服一点。或者你在这个头上去戴一点装饰物或者戴帽子，这样的话也能稍微舒服一点。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它的下半身。某些地方呢，我实在是没办法露。它这个兔女郎的造型，这个衣服啊，实在是太猛了啊！这个拍出来绝对被毙掉了，所以我用纸巾给它稍微裹了一下。整个身材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得到啊，腰非常的细，凹凸有致。我可以这样给你形容嘛，到这里，哎，懂了吧？很舒服，而且下半身的素体摸上去弹性非常足。腿部可以看到我轻轻的去这样捏，有那种咚咚咚这种感觉。小腿肌肉也是，整体的这个肌肉线条我们可以看一下，很舒服。当然，我们这次的这个手型跟脚它不是一个硅胶的，还是普通的手型，但是因为有两个装饰物的一个遮掩啊，基本上它是就感觉是一体化的。而且手型跟整个主体的色差几乎是没有，所以不管你在远距离还是近距离看的时候，它整个的一体感非常舒服。脚的话依然是硬的。手型我们来可以看一下，主体手上这个放松手，也没有很油的这种感觉，指甲在灯光下打下来也是看上去非常舒服的。手掌的纹路的话会稍微的淡一点，不是特别清楚。好，整体的这个质感咱们就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可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可动。这次的这个关节我刚刚也已经说到了，因为首次采用的这个全新的骨架，所以它是非常的紧的。首先头雕方面，我们先拔下来看一下，拔下来而且挺费劲啊。拔下来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内部的这一个不锈钢的球形关节啊，这个圆柱体可以看到整个包胶确实非常厚啊，很有弹性。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头雕，整个头雕可动眼，我们来看一下，在开后面的这个直发盖，来看一下这边，打开的时候啊，捏着前面，它是一个磁吸的，拿取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啊，慢慢的抠下来，哎。这个当然也可以去拿下来啊，可动眼就在这一条街，可以看到整个面雕，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妆容的，没有什么毛病，是我个人的这个审美。包括耳朵，然后整个面部轮廓这里的这个胶发也有给你涂上去，包括后脑勺下方这里都有。而且胶发质感虽然说就这么一点点啊，但看上去也是有点用心的。耳朵没有任何问题，后脑勺这个盖就是这个样子了。在每次插拔它的时候要当心一点，
这个植发的时候不要卡在里面，卡在里面很容易拔掉的。吸附一下，但是每次去动可动眼的时候，这个头发又得重新弄了。这个面雕在某些角度像某位明星，这个角度又像一位明星，觉得像谁的自己可以内部脑补一下。头雕就这个样子。好，然后我们继续拿出主体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头部可动啊，就算咱们装上了这个头雕以后，实际上它的头雕可动，不去动它的脖子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差的。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头抬头、低头、左右，你看去动一下的话，它基本上都会回正，所以它的可动需要靠它的这个脖子。我们直接把头雕给拔掉再来展示，这样会比较直观一点。我们看到脖子这里的话，你去捏前后左右都没问题，很紧，主要是把玩的时候呢，你去捏这个头雕的时候要当心，不要把你的这个直发给夹在里面弄断或者是弄掉。整体协调性还是非常舒服的，可动也是没有毛病，除了紧了一点以外。好，然后下方我们来看一下手型的这个可动，镜头拉远一点点。手型我们来看平举，实际上还能抬高，但是我不大建议这么去做啊，因为它的这个包胶素体已经有点勒紧了，这样的一个安全的可动是比较舒服的。再往手臂往前抬举到这样的一个位置，这里已经有点紧了。往后我们来看一下幅度，它素体的可动在我眼里把玩起来确实不错。手肘部分来看一下，能折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看到这个包胶的质感很厚啊，很厚实。大臂旋转是没有的，然后手臂也能前倾，哇，看一下前倾的一个角度非常大，但是玩起来稍微累了一点。关节骨架实际上也能往上抬跟往下拉，但是我这个力道真的使不上来，实际上是可以的。然后咱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胸腰可动，来继续掰，哇，我们往下拉伸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幅度还是不错的啊。往后，哎，怎么样？也行啊。这个衣物因为有这个弹性在里面，所以不用太担心去摆动动作的时候把这个衣服给弄坏，没任何问题。左右，然后旋转腰这个位置的话，咱们全部是靠这一块这一块位置去旋转。实际上下方这个腰部是没办法去转的，我刚试了一下，很硬啊，完全靠中上一段去旋转它的腰。好，然后咱们来看一下下半身的可动。下半身可动要当心，千万别给我漏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前踢，前踢的幅度90度是没问题的，而且你可以再往上，没毛病。腿部把玩会稍微的轻松一点点吧。后踢，来看一下幅度，然后脚来，差不多这样的一个位置。千万不要这样去捏啊，强行给它掰一个更大的幅度啊。实际上到这里已经是可以了，因为它会往下回弹了。大腿也没有旋转的空间，然后脚左右前后幅度还是可以的，而且关节也是紧的。然后最后看一下侧踢，所以这个竖踢一字马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挺猛的。竖踢可动我给9分，而且这个每次把玩摸上这个素体的这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很多兄弟就要问了，哎，这个1:6的素体既然是一体式的包胶，有没有细节呢？当然兄弟没有细节啊，这个是完全没有细节的，不要想太多，好吧？
整个的衣物的材质，我觉得这一次也是非常不错的。在我把玩这个可动啊，包括镜头前镜头后，我已经玩了好多次了。可以看到这个袜子没有破损的迹象，很牢固。而且衣服可以看到玩了那么多次，折痕也没有所以说这个衣服的材质啊也是过关的，没有给你一些比较便宜的，还是不错的。兔女郎啊，这个尾巴这个小球球也是有的。好，整体的这个感觉啊还是非常不错。这个素体确实是我近期一段时间，或者是拍摄到现在为止啊，我个人最满意的一款包胶素体了。咱们再把头条给插上去啊，就是以后厂家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最新的关节稍微优化一点，让它玩起来不要这么的费劲啊。主体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咱们后期之后的 TBL 也会做很多全新的素体。按照我打探下来的消息啊，近上百款的这个素体要推出啊，真不愧是素体大厂，真的没得说。而且怎么说，各种你想要的体型啊，男素体或者女素体基本上都有，而且涂装工艺也会有所升级，这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近期啊 ，TBL 也是谈下了很多版权，包括涉及到咱们非常热门的一些国漫。还是非常期待的。我对于国漫的1:6的产品，至今为止还是非常喜欢的。然后，而且有很多的空档，有很多热门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国漫都没有出这个1:6的。希望 TBL 后续能谈下合作，期待他们后续的作品吧。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咱们就差不多到这里讲解完毕了。开箱把玩体验还是非常不错的，让我有一些惊喜。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跟配件都有什么好玩的。好了，兄弟们，外包装非常的简单，但是很重这么小的一个竟然这么沉。可以看到产品包装最外层的牛皮纸运输箱呢，就是整体的这个重量跟规格下方 Made in China， 厂商 TBL 的一个标识，然后就没有了，非常简单。包装的非常的严实，然后我们来看看内部包装。这么重啊！一开始以为挺轻飘飘的。好，拿出来可以看到，它也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哇，内部包装挺有质感的。咱们可以看到这个应该是磁吸的，撕开方式也是比较简单，我手指甲一划就开了。来给它撕开，来瞧瞧整体的外包装，下方产品的名字、品牌，整个红色非常漂亮。这边可以看到里面内容物，有的话它都会有打勾。我靠，大中小啊，哇！然后来把这一个给抽开。阻尼感还比较强啊，划一下。下方注意事项，包装也是挺厚的，磁吸。打开以后，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会员权益的一个邀请卡。哇，这包装非常香啊，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一个说明书吗？还是一个售后卡？来看一下，很有质感。一个小信封啊，让我想起了 InArt 的一个信封包装。然后有英文售后卡，英文跟中文2个版本。这是玩家的一封信啊。然后下方会有产品的清单，还有使用的一个注意事项。还是非常细的，中英文2个版本。这边就是产品说明书，英文的，素体的一些可动，这个我们稍后再看，还是非常详细啊。然后外包装，哇，好重啊，这个主体，我靠，
就单独的一层。哦，怪不得这么香啊！哦，里面好像有香片一样。包装非常简单，我们看到一个主体，哇，非常高啊，这个主体。然后这边应该就是它的配件，地台。哦，配件有脚型、手型，还有一个金属的一个拖浪支架，圆形的一个小地台。哦，这主体的重量非常沉啊，我还以为有什么配件会很重啊。OK， 包装方面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配件，都有些什么好玩的。虽然说也就一个高跟鞋，还有一个兔女郎的一个小发箍。好了，兄弟们，配件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说明书，一张会员的权益邀请卡，然后玩家的一封信，上面还会有一些使用指引跟包装清单。接下来就是一本说明书跟一个售后卡。说明书的话呢，全英文，没有任何的中文。整体就只有一个素体方面的一个可动解释，但是呢，上面因为是英文，真的像我这种英文不懂的，真的看不大懂的。希望后期厂商咱们给他来一份中文的。然后呢，配件方面的穿戴上面也没有提示啊，包括鞋子啊，其他的都没有。后期应该会有所改进。好了，然后再来看一下一个拖裆支架，金属的拖裆支架，一个亚克力的透明地台，上面会有厂家的一个明文标识。接下来一个可动眼的调节器，这个调节器是我玩过可动眼的1:6的人偶里面，这个是最长的，确实非常长，调节起来也比较费劲，但是我也跟厂家反映过了，之后肯定会有所调整。这个确实比较不方便，起码给它稍微短一点，这样的话容易拿，因为你在动这个可动眼的角度的时候，一般是要靠近了以后才好调，远距离的话力度拿捏不准，对吧 ？OK， 接下来手型方面给的还不错，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手型啊，笔芯的。我们来近距离的瞧一瞧，整体的手型的纹路，包括指甲的质感依然在线，没毛病。拿错手型了，这一个还有一个。我把它拿到了主体手上，这一对。好，然后是一个握持的一个手型一对，还有一对握持武器的手型。厂家还是给的挺贴心的，因为知道大家会喜欢 DIY 去做一些衣物或者是武器配件的一个搭配，所以手型方面的话呢，它直接给你配到了。这个可以完全做一个军事兵人，给它配上枪械，然后穿上其他的一些衣服。然后这两个握持可以握持冷兵器，可以做其他的一些造型，还是非常合理的。接下来还有一对裸足，这一对裸足整体的皮肤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说它是一个算半软胶吧，毕竟是脚部啊。用力捏的话还是有一点点的柔软度的，整个指甲包括脚底板看着都非常舒服，因为是一体化出厂的，所以没有任何的合膜线。然后搭配它一对粉色的高跟鞋，可惜高跟鞋里面呢也是没有任何防剐蹭的一个海绵垫在里面的，所以可以看一下咱们去穿戴高跟鞋的时候，本来呢这个脚型跟这个高跟鞋还是有一点点的尺码不对称，所以你要穿进去的话还是需要一点巧劲的。然后每次去穿戴它的话很容易把指甲给剐蹭的，脚指甲很容易蹭到漆面或者是旁边的这个细节容易蹭漆。后期产品的话，如果能加一点点防剐蹭的海绵垫，然后把鞋稍微
做的宽一丢丢，让这个鞋子跟咱们的这个裸足放进去正正好好，那还是不错的。毕竟很多玩家会在这个脚的基础上还会穿一个袜子，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这个厚一点点。好了，最后一个配件就是这一个兔女郎的发箍。这个发箍呢，造型铁丝也是有给到的，中间一圈包括耳朵这里，咱们用力的捏一下，还是有的，可以去调节，没有任何问题。这边起码给了一个配件啊，还算不错。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如果放在咱们的主体上，来，我们抬头，把镜头稍微往上摇一点点啊。我现在稍微给它摆了一个造型啊，我觉得这样斜肩的话会更好看一点。这发箍穿戴上也是比较方便啊，就是你稍微捏一下，这个弧度能贴合到自己的这个头雕上啊。我可能动手能力稍微差一点啊，调节了好几次没调节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大家看个大概就行了，还是不错的。好了，配件方面就是这么多，因为很多东西可以自己去 DIY， 厂家呢就给了一套基础的一个穿搭造型，还是不错的。好了，这次的开箱分享啊，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总结一下这一款作品，我个人觉得素体方面确实让我大开眼界，因为之前确实没有玩过这么饱满，然后骨架又这么硬的一个包胶素体。当然我也是玩的比较少啊，个人觉得这一款产品的素体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满意的。直发头雕的这一个项目的话呢，当然后期呢咱们厂家也是有太阳毛的这个直发的，所以咱们到时候来看一看太阳毛的直发这颗真人头究竟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OK， 本期的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